同学们好，这一节课进行叶子部分的复习，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演示比较快速一点啊。我们平时基础学会了，然后呢，复习的时候呢，可以快速画。那么画这一组叶子还是3片一个叉啊，先画最上面的，然后再画左右两边的啊。每一个片叶子呢，都是由3笔组成的啊。3笔画完了呢，然后勾这个叶茎。紧接着把叶柄也勾上，像这样一叉就画好了。先一笔推出去，推中间一笔，然后再推出两边的侧的像一个八字就可以啊。每一片都有点像八字形，我们在此基础上稍微可以是正八还是倒八都可以啊，根据我们的叶子的朝向来，是正的还是反的。勾完了叶子呢，紧接着把叶茎也画出来，然后叶柄一起带出来，那这样一组叶子呢就画好了。通常我们画牡丹呢，叶子是非常重要的，那只有把每一个组合画好了，然后我们画作品的时候呢，才能随心所欲啊，根据我们的构图，我们才能快速的组合这个叶子。从上往下推笔，可以有点造型，左右两边加上啊，然后画出这个叶片的穿插，先中间再两边，两边始终是形态有大有小，有翻转有侧的，那么这样很快速一组叶子就画好了。我们紧接着呢画第二组叶子啊。那么每一组叶子都是这样的画法，只是有所穿插。像这组呢，右下垂的，我们都画侧的，可以3片叶子都是侧的，也可以两侧一正。这个基础部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就是快速的组合，快速的画出来，还是像之前那种画法是一样的，其实只是这一节课呢，把它系统的再画一遍，让大家呢，重新的再复习复习。因为到这个时候呢，叶子好多同学都觉得还是难吧。隔一段时间我会画一下，让大家复习复习，大家可以静静的看看我怎么画的啊。但是这个基础前面部分的课程你要学完，学到这一步呢，这个就是平时多余的颜料啊，或者是零碎的时间呢，都可以画几组叶子。来，我们再画一组啊，从上往下推，再画左右两边，左边一笔，右边一笔。好，再画左边一片，右边一片，还是画中间，在两边。那么画的时候注意叶子的姿态，下垂的、上扬的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像这个组叶子，叶茎要勾得流畅潇洒，要一气呵成，不能慢啊。如果这个画的不熟练的时候，我们下去呢找一张废纸啊，每天画100根，把这个线条练流畅了，我们画的时候呢就更加容易了。我们再画一组啊，再画一组，调一点清水啊，再调一点3清，然后笔尖稍稍的调一点点墨，从上往下推，再画左右两边，然后呢左边一片，右边一片。就其实画叶子很简单，注意这个叶片的大小哦。这个是侧的啊，注意叶片的正反关系。好，下面呢继续调一点墨，从下面往上画这个叶茎。画的时候呢，要下笔肯定流畅，一笔一气呵成，切勿太慢。从下往上推。好，叶柄呢，我们可以一片叶子，一根主叶柄，然后左右两根呢侧的，
好，我们继续画一组啊，调一些三青呢，把盘子平时不大用的颜色都可以用作练习用。遇到下垂的叶子，就是从上往下推。好，再来一笔。这个呢，就画完了，大家更能容易看出来啊。下笔肯定，这个水分稍稍的有一点大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咱现在是练习哈。那么这个，叶脉呀，画的时候不能像鱼刺一样啊。如果画的时候呢，大家线条不稳定，就像这样啊，画一根主叶脉，左右两边画叶脉，然后画的时候下笔肯定流畅，可以像这样练啊，多练一会儿，就是哪里不行咱就练哪里啊，线条不行练线条，运笔不行练运笔。像我这个笔还比较粗哈，左边来笔，右边来一笔，就是下面可以密集一点，上面呢画的时候呢，叶茎的距离啊可以大一点，越到下面越密，越到上面越稀啊。那么叶茎呢就是这么画啊。我们这些叶子还没有干，我们再画一组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叶脉怎么画。先画中间一笔主的，再画两边的。两边呢，我们可以上面这个叶茎跟叶茎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大一点，下面可以紧一点，这就疏和密都有分开了。我们每一次画画呢，要注意这些细节。我们这些看一下哈，这些都已经差不多要干了啊，我勾叶茎了啊，用墨去勾。好，先勾中间主叶茎，然后勾两边刺的，勾的时候快一点，用比较流畅，线条稳定，可以选用一支积聚笔。像勾这种线条，我们大家就是多练一下手头功夫啊。一次肯定呢，每一次呢画的时候要看清楚它的这个趋势啊。叶片可以勾得轻松自由一点，一般你可以超出这个叶子的范围，就是在左右勾轮廓的时候，你可以超出这个颜色范围啊，这样显得更加灵活灵巧一点吧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出来啊，我勾的时候我一般会出来一点，因为出来一点显得这叶子啊更精神更好看一些。像这些呢勾完了之后更漂亮。我这个纸好像画好像不大行，所以只能画这种叶子啊。我教大家画叶子啊。其实画叶子很简单啊，家人们，你看啊，一片叶子是由3笔组成，这是3笔，这就是一片叶子。那2片叶子，你看这一片叶子有不同的姿态，这是第2片，再画一片叶子，这就是3片叶子，3片叶子不同的姿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把叶茎补上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叶柄好，主要是穿插吧。这不就一片叶子吗？简不简单？那么这一片叶子有这种姿态、这种姿态、这种姿态的，你看是不是呈三角形？是吧？呈三角形。你假如还有这种姿态的，这是一片叶子，那呈三角形。你这个还有一片可以在这里，也可以在这里。比如说在这里，好，这是一片2片，它俩是不同姿态的，对吧？
但它其实是一片叶子，只是不同的姿态。你看，这也是一片叶子，跟这个姿态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它是不同姿态的叶子，都是一片叶子。你把不同姿态画出来，然后连上叶茎，连上叶茎，这不就是一组叶子吗？对不对？其实就这么简单呀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六个叶子是不同姿态下面的叶子，其实是一片叶子，就是不同的姿态。如果你要把它进行组合，你就把不同的姿态都画出来，画3片不同姿态，加上叶茎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就是一组嘛。但是你要注意穿插，因为这个叶茎穿插还是要注意，是不是就这么简单？这个需要有一点点的这个想象能力啊。看我这个，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一种啊，比如这也是一片叶子，那这一片叶子呢向下，这是一片叶子，这也是一片叶子，那这一片叶子的不同姿态。好，那你要把它组成一组，这是不是一片叶，是不是一个叉，对不对？1、2、3其实是都是一片叶子，一片叶子的不同姿态嘛。其实我们很多大家都理解不过来，就是因为忘记了最初的样子，忘记了最初的这个这个叶子的本来的这个姿态，把它忘记了。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啊，往上走一个，这是不是一片叶子？对吧？你要把这一片叶子，还有其他姿态呢？哎，这也是一片叶子。那么这个姿态，你看，哎，你露出来少一点。好，这又是一片叶子，这也是3片叶子的不同姿态，把它组合一下。有同学说，老师，我要3叉9顶怎么办？比如说你想要看3叉9顶怎么办？这是一叉吧，你把它当一个主顶叶子，好吧？那你还有一叉，比如说你这一叉往这边走了，你这一叉往这边走了，那你要注意颜色深浅变化哈，颜色深浅变化。它这个叶茎是可以被挡住的啊。好，这是1叉2叉嘛，那你还有一叉呢？还有一叉，你可以往这里走，你可以往上走吧。这样你看谁在上面，谁在下面。这不就很简单了，平铺的3叉9顶嘛，1叉2叉3叉嘛，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哈？用的是这个都是半生熟的纸。你看我刚才用的水比较大，知道水比较大怎么去用吗，家人们？当你遇到纸水比较大，你就可以呢用笔要迅速，画快一点，行笔要快一点。比如说这是一片叶子吧，这是一片，你还需要一片，那这一片怎么办？这一片照画呀，只不过这一片你就不要像这2个，这片有可能角都被挡，有可能完全被遮了。那你这个呢？你的出枝是这边的啊。好，这是1叉是吧？
这是1叉，对吧？你通常的3叉，对不对？你再加2叉就 OK 了。比如说交2叉，再画2叉，好，你就往这里走。这是一片吧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片，这是第2片。那这一片就有点侧，你就不要画了。好，那这是1叉2叉，你3叉9顶嘛，一片叶子通常不会平铺这么全部都画出来，可能有其他的交叉，但是为了你们能够更快的去理解呢，那你看我画的时候呢，我就把它全部平铺吧，都画出来。通常我们画不了那么多。好，你只需要叶片的不同动态啊，比如说这个在这儿，你就错开，你用笔要潇洒一点，1叉2叉3叉，是不是很清楚啊？线条一定要流畅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画叶子，这不就3叉9顶吗？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把每一叉画出来啊，每一叉。这个颜色其实就是洗笔水呀，家人们。我把我的盘子都洗了，盘子都冲干净了，用的盘子是3青，有墨，3青和墨混在一起。你看，这不都是叶子吗？我们多少人卡在叶子上？其实叶子很简单。就像我今天教你们了，你们不一定会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的悟性这么高，看会了不一定画得会，需要反复的观看。想潇洒不起来，那你的基础你画多久了？大家画多久了？最重要的先理解啊，你不理解你画不出来，一定要理解，理解的基础上多练习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虽然给大家操作了下去，大家不一定会的，真的不一定会的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叶子啊。今天我画那个作品上不是有这么一个叶子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叶子？然后呢，下垂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叶子？是吧？有这么一个叶子。你看，其实你要加还可以加。我把我的洗笔水洗笔水来画了，每次都丢掉了。比如说这是很多叶子交叉在一起，这一组你就要把它画清楚。你看像这个啊，虽然看似简单，在实际运用当中啊，大家画还是有点难度的。那这一种呢，你看啊，画好了，你要把叶筋勾出来。看勾完叶筋，它就感觉就不一样。勾叶筋呢要流畅啊。我今天来给自己，今天来惩罚自己。好，你看勾上叶筋呢，
是不是不一样了，家人们？是不是更精神了？感觉。其实画画就是这样，要一点一点的去攻破。它不仅是精神、心理上，还是学识上，情绪上一个综合的一个思考的过程。你比如说心情不好，画画就画不好。像这个叶子啊，一组一组的。是不是这个颜色深，这个浅？一定要角度有变化。我们平时画叶子，即使全部画在一起，它也是要分组的哈，一组一组的，就是一串一串的，你要给它画出来。你看这个水墨效果就特别好，这个水分特别大，我把盘子都扫干净了。像这样水分大才能体验这种水墨效果啊，家人们，是吧？感觉终于看到这种水墨效果。勾叶筋呢，要顺着这个叶片的趋势勾啊，稍微的有一点偏，不要正中间，左右偏都可以的。勾的时候要流畅，速度要快一点。遇到这个水分大的叶子呢，我们运笔要更快啊，这个尖儿要特别尖的笔，可以用这个积聚笔，积聚笔练小楷，这个尖儿特别尖，特别长，可以画这个叶筋。我们把后面这个勾的时候，你看很迅速啊，就是平时要多练一练线条。叶片呢如果有这个尾巴翘起来的时候呢，咱们也可以叶筋勾的时候就要翘一点点，像这个往下就顺着叶片的趋势走，总是对的啊。加上这个叶筋，这个叶片就更精神了，这个立体效果更好一点。我们平时在下面这一方面要多加的练习，把每一个叶片的组合练20个吧。你要变通，一个组合你能变20个不同的姿态出来，那你的叶子就过关了。如果组合不出来呢，在下面一定要多练，达到熟能生巧，随手就来，灵活自如。这个时候你才创作的时候呢，特别爽，特别流畅，你就不会感觉到好难好难。很多同学就是东看看西看看，所以他们没有真正学到画叶子的精髓，所以会觉得很难。我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啊，下节课见。